很多人一听到嫁接这两个字，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，似乎需要几十年的功力才能上手。其实不然，披接法在所有的嫁接技术当中，属于操作最直观、成功率最高，而且适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方法。它不需要复杂的昂贵设备，也不需要您具备多么深厚的植物学理论，只要您有一双手，有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再加上一颗想要改变庭院景观的耐心，就完全可以尝试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利用植物原本就具备的强大愈合能力，把不同品种的优良基因像是拼接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，让一棵强壮的老树桩化身成为一座空中的百花园。想要嫁接成功，时机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。在台湾的气候条件下，最适合进行披接的季节是春季和秋季，其中又以春季为最佳，也就是万物复苏、树叶开始流动的那个时间点，大约是2月到4月之间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工具，俗话说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做嫁接手术，刀具是核心。您不需要去买那种几千块一把的进口专用嫁接刀，其实一把美工刀就非常好用，但是有一个硬性规定，那就是刀片必须是全新的，而且要极其锋利，因为我们在切割植物组织的时候，要求切口必须平整光滑，不能有任何的毛边或者撕裂感，如果刀子钝了，切下去的时候就会挤压到植物的细胞，造成细胞破碎坏死，这会严重阻碍愈合。除了刀子，您还需要准备修枝剪，用来修剪粗枝，还需要胶带，一般五金行卖的那种电工胶带，或者是专门的嫁接膜都可以，重点是它要有一定的拉伸性和密封性。最后还需要准备一些干净的塑胶袋，用来给嫁接好的部位保湿，以及浓度 75% 的酒精，用来给刀具消毒。切记，每一次切割之前，都要用酒精把刀片擦拭一遍，避免把细菌带入植物的伤口。工具准备好之后，就到了最关键的选材环节，我们要挑选接穗，也就是那个要接上去的开花给您看的部分。接穗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将来这棵树的品质。你要到那些开花繁茂、没有病虫害的母树上去捡取枝条，最好是选择树冠外围光照充足、生长健壮的枝条，不要选那种土长的嫩枝，因为嫩枝的水分含量太高，组织不充实，容易失水干枯。也不要选已经木质化非常严重的老枝，那种枝条细胞活性差，不易愈合。最理想的接穗是1年生，大概筷子那么粗，芽点饱满的枝条。采集接穗的时间最好是在早上，这时候枝条里的水分最充足。剪下来的枝条要马上剪去叶片，只保留叶柄，这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。如果您是去朋友家剪枝条，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用湿布或者湿纸巾包好，千万不能让它在风中吹干。有了接穗，我们再来看看砧木，也就是您院子里那棵准备要改造的老树。选择砧木上的嫁接位置也是有讲究的，我们要选那些树皮光滑、纹路顺直的部位，避开有结疤或者分叉的地方，因为结疤处的木质纹理是乱的，不利于劈开，也不利于将来的愈合。通常我们会选择在离地面一定高度的分枝上进行嫁接，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漂亮的树冠。确定好位置后，用锯子把多余的枝条锯掉，锯口要平，锯完之后一定要用锋利的美工刀把锯口的边缘削平整，就像我们削铅笔一样，把那些毛糙的锯痕都削掉，让断面看起来光洁如镜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很多新手往往忽略了这一步，导致伤口愈合不良。因为粗糙的表面会留存空气和水汽，容易滋生霉菌。拿起我们刚才选好的一段接穗，长度大约保留5到10公分，上面至少要有2个饱满的芽点。我们需要把接穗的底部削成一个楔形，也就是像蝎子一样的形状。这一刀非常考验手上的功夫，左手拿稳接穗，右手握刀，刀刃与枝条成30度角，在接穗底部的2侧各削一刀。这一刀下去要干脆利落，一气呵成，削出来的切面要是平的，长度大约在3公分左右。这里有一个老园丁才知道的小撇步，那就是这2个切面虽然看起来是对称的，但其实可以做成一厚一薄，外面的一侧稍厚，里面的一侧稍薄，这样夹在砧木里的时候，外侧的皮层能贴合得更紧密，更有利于成活。削好之后的接穗切面应该是雪白的，
能清晰的看到木质部和皮层之间的分界线。切记，削好后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切面，手上的油脂和汗水会污染伤口。接穗削好了，我们马上来处理针木，不要让接穗在空气中暴露太久。拿起刀子，在针木断面的圆心位置，或者是稍微偏一点的位置，垂直向下劈开。这就是劈接法名字的由来。劈开的深度要和接穗削面的长度差不多，大约3公分左右。劈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手不要放在刀口下方，慢慢用力，不要一下子用力过猛，把树桩劈裂了。如果不小心劈歪了或者劈裂了，那这个切口就废了，得重新锯掉一段再来。这个缝隙是用来夹住接穗的，所以必须干净紧致，不能太松。通常接穗比针木要细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两边的形成层都对齐，我们只需要保证一侧的形成层对齐就可以了，也就是把接穗靠着劈口的一边插进去，让接穗的外皮和针木的外皮在一条线上。但这还不够精确，准确的说，接穗的皮层要比针木的皮层稍微往里缩一点点，因为针木的皮往往比较厚，而接穗的皮薄，如果光看外皮对齐，里面的形成层可能正好错开了，所以要凭手感，也要凭眼力，确保那条绿色的生命线是接上的。接穗插入深度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要全部插进去，要留白，也就是让接穗削面的上端露出一小线白色的木质部，大概 0.2 公分左右，这叫留白。它的作用是利于伤口愈合组织的形成，如果不留白，接穗皮层直接顶住针木断面，愈合组织就没地方藏，反而会把接穗顶出来。当您把接穗稳稳的插进去，感觉到一种紧紧的咬合感，不用手扶它也不会掉下来，那就说明您这一步做对了。如果是那种比较粗的针木，一个劈口里可以两边各插一个接穗，这样成活的几率双倍保险，而且将来树冠成型也快。插好之后，您可以用眼睛从侧面平视一下，看看接口是否严丝合缝，如果有缝隙，说明刚才削面不平，这时候不要硬来，拔出来重新削平再插，千万不要凑合。园艺这件事，您对它凑合，它就给您脸色看。做完插入这一步，可以说手术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了，但还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伤口现在是完全敞开的，水分正在快速流失，细菌也正在虎视眈眈，我们需要马上进行包扎固定。包扎的材料我们刚才说了，可以用电工胶带或者嫁接膜，包扎的原则是紧、严、密。首先是紧，我们要从劈口的下端开始，一圈一圈往上缠，缠的时候要稍微用力拉伸胶带，利用胶带的回弹力把针木和接穗紧紧的勒在一起，让它们的伤口紧密贴合，不留一丝空隙。特别是接穗和针木结合的那个点，一定要多缠几圈，固定死，防止风一吹接穗晃动。刚长出来的嫩组织非常脆弱，一晃就断了。前功尽弃，其次是严，整个伤口部位包括针木的断面、劈口的侧面，全部都要用胶带包裹起来，不能露出一丁点木质部，因为露出来的地方就会失水，就会枯死。最后是密，也就是密封性要好，防止雨水渗进去，雨水一旦渗入伤口就会引起腐烂，这在多雨的台湾春季尤为重要。很多人包扎的时候只顾着缠接口，却忘了接穗本身的保水，这是一个大忌，特别是对于那些皮薄肉嫩的接穗，如果不做处理，还没等接口愈合，它自己就先被风吹干了。所以如果是用专用的嫁接膜，这种膜比较薄，可以把接穗连同芽点一起全部包起来，芽长出来的时候自己会顶破膜，非常方便。但如果您用的是电工胶带或者普通的塑料条，那就不能包住芽点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另外想办法保湿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蜡封，把接穗的顶端剪口蘸一点融化的石蜡，封住水分，或者更简单一点，直接用我们准备好的小透明塑胶袋，把整个嫁接部位连同接穗一起套住，嘿嘿，形成一个迷你的小温室，这样里面的湿度就能保持在 90% 以上，非常有利于愈合。等到把这一切都做完，我们才算暂时告一段落。我们要聊聊这个新病人的安置问题，不管您的这棵树是种在盆子里的，还是直接种在地上的，嫁接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光避风。如果是盆栽，那赶紧把它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。
千万不能放在大太阳底下直晒，阳光是植物能量的来源，但对于刚嫁接的枝条来说，强烈的阳光就是催命符，因为它没有根系供水，一旦晒热了，水分蒸发的速度超过了接口愈合输送水分的速度，接穗马上就会脱水皱缩，那就神仙难救了。如果是地栽的大树搬不走怎么办？这时候您就得勤快点，给嫁接的部位搭个简易的遮阳网，或者用一些树枝叶片给它做个遮挡。总之，在伤口愈合之前，要让它享受一点散光的待遇，不要直射光。接下来的这1-2周是您和这棵树的心理博弈期，您会非常想知道它到底活了没有，甚至忍不住想把带子摘下来看看，或者是用手去摇一摇接穗，看看它牢不牢。千万别这么做，这时候的愈合组织刚刚开始生长，就像嫩豆腐一样脆弱，您稍微一动，刚找好的连接点就断了。我们要学会通过带子外面来观察，这是真正的隔岸观火的功夫，每天早上或者是傍晚，您可以去看看套在上面的那个塑胶袋，如果袋子内壁上布满了细小的小水珠，那是好现象，说明里面的湿度很高，接穗生活得很滋润。如果袋子里面干干的，一点水汽都没有，那就要小心了，说明密封没做好，或者水分不够，这时候千万别把袋子拿下来，而是要找个针筒吸一点水，直接扎破袋子注进去，然后再用胶带把针眼封死，维持住这个微型温室的高湿度。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，您还需要关注针木的状态，也就是老树桩的情况，因为我们把它的大部分枝叶都截断了。老树桩为了自救，会疯狂的从身上各个角落爆出自己的亲生芽点，我们管这些叫做针木芽或者野芽。这些芽点生长速度极快，它们是接穗最大的敌人，因为根系吸收上来的养分是有限的，老树桩肯定优先把养分供给给自己的亲生孩子，而不是那个外来的接穗。如果您不及时处理，这些野芽几天之内就会长得比接穗还高，把养分全部抢走，接穗就会被活活饿死。所以这段时间您要眼明手快，看到针木上哪里冒出嫩绿的小芽，只要不是我们要的那个接穗，一律抹掉，而且要抹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不留。这是一场养分争夺战，您必须坚定地站在接穗这一边，帮他扫除所有的竞争对手。只有把老树桩的退路都堵死了，他才会逼不得已把养分输送给接穗，促进接口的愈合。大概过了15天到20天左右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您会惊喜地发现接穗上的芽点开始膨大，甚至透出了嫩嫩的绿色，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展叶了。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袋子拿掉了呢？千万别急，这又是一个新手最容易翻车的坑。这时候的嫩芽非常娇嫩，就像刚孵出小鸡的蛋壳一样，如果突然把它暴露在外界干燥的空气和风吹日晒中，它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，瞬间萎蔫。我们得给它一个练苗的过程。什么叫练苗？就是让它慢慢适应外面的世界。您可以在袋子的顶端或者是侧面剪一个小口子，或者用香烟烫个洞，让外面的空气稍微进去一点，让里面的湿度稍微降下来一点，让嫩芽感受一下外界的温度和湿度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就像给婴儿断奶一样，要循序渐进。在开了小口子之后，再观察个3-5天，如果嫩芽依然精神抖擞，叶片颜色翠绿，没有一点打蔫的迹象，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把袋子完全取下来。取袋子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，最好选在阴天，或者是傍晚太阳落山以后，千万不要选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取。取下来之后，如果第2天太阳很大，最好还是给它适当遮一下阴，给它2-3天的缓冲期。这时候您会看到那个小小的接穗，像是获得了新生一样，叶片开始舒展，茎秆开始变粗，这就标志着我们的披接手术已经基本宣告成功了。您可以给自己鼓个掌了，因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。但是文章的主题是一棵树开5种花，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在同一棵针木上嫁接了好几个不同品种的枝条。这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，那就是强弱势的管理。不同的花卉品种，它们的生长习性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品种天生就是长跑冠军，生长速度快，霸道的很，有的品种则是林黛玉，长得慢，比较娇气。当它们长在同一棵树上的时候，那个长得快的品种会利用顶端优势，疯狂掠夺养分，越长越壮，
而那个长得慢的品种就会越来越弱，最后甚至会逐渐枯死，导致我们五色花的梦想破灭，变成只有一种颜色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们必须进行人为的干预，嘿嘿，这就是园艺师的平衡术。当您发现某个品种的枝条长得特别快，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枝条的时候，您就要对它进行打顶或者摘心，也就是把它最顶端的嫩芽掐掉，破坏它的顶端优势，让它暂时停止向上生长，迫使养分回流，分给其他那些长得慢的兄弟姐妹，或者把它的枝条向下压，改变它的生长角度，因为植物都有向上生长的本能，把枝条拉平或者下压，也能抑制它的生长势头。相反，对于那些长得慢的弱势品种，我们要把它的枝条尽可能的保留直立生长，让它处于最高的位置，优先享受阳光和雨露。通过这样不断的修剪和调整，让整棵树上的5个品种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，让它们齐头并进，这样将来开花的时候才能呈现出五彩斑斓、争奇斗艳的效果，而不是一家独大。除了修剪，水肥管理也是嫁接后期的重头戏。很多朋友心疼植物，觉得它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虚，得赶紧补补，于是大把的肥料往盆里撒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在嫁接成活的初期，特别是新叶子还没有完全展开转绿之前，根系的吸收能力其实是很弱的，而且接口处的疏导组织还没有完全打通，这时候施肥，特别是施农肥，很容易造成烧根，或者导致接口处细胞渗透压过高，阻碍愈合，严重的直接就烧死了。所以在前2个月尽量不要施肥，就靠砧木体内原本储存的养分就足够了。等到新梢长到了20-30公分长，叶片已经变成了深绿色，开始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了，我们再开始施一点薄肥，以氮肥为主，促进枝叶的生长。等到秋天快要来临，或者是花期快要到的时候，再改施磷钾肥，促进花芽分化。至于浇水，原则是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，但在嫁接初期，由于没有叶片蒸腾水分，盆土干得很慢，所以一定要管住手，千万别天天浇水，土壤过湿会导致根系缺氧腐烂，根一旦烂了，上面的秸秆也就没戏了。您可以用手指戳进土里2-3公分，感觉干了再浇水，或者掂一掂花盆的重量，变轻了再浇。宁可稍微干一点，也不要积水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切口比较低的嫁接，浇水的时候尽量避开接口部位，不要把水直接淋在胶带上。虽说胶带是防水的，但万一有缝隙渗进去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直接浇在土面上是最安全的。很多急性子的朋友看到秸秆长活了，就觉得那个胶带碍眼，恨不得马上把它剪开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虽然秸秆长叶子了，但接口内部的木质部其实连接的还不够牢固，如果过早拆除胶带，遇到大风一吹，或者不小心碰一下，很容易就从接口处断开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胶带至少要保留3个月以上，甚至半年，直到您看到胶带勒进去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勒痕，说明里面的树干已经长粗了，胶带限制它生长了，这时候再拆也不迟，拆的时候要小心，用刀片轻轻划开，不要伤到树皮。当然，即使是老手，也不能保证100%的成功。如果您发现过了20天，秸秆还是皱巴巴的，芽点变黑枯萎了，那很遗憾，这次嫁接失败了。这时候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气馁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您要把失败的秸秆取下来，仔细观察一下切口，总结一下原因，是削面不平，还是形成层没对齐，或者是包扎漏气了。找到原因后，拿起锯子，把砧木再往下锯掉一截，露出新鲜的断面，重新再来一次。只要现在还在生长的季节里，您就还有机会。